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情感疗愈团来了哪些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感受。大家好，我是新藏米娜。愿有情人相爱容易，相处不难。认真倾听，真诚服务。大家好，我是赵川。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好，哎呦，说得好。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没有保质期，用心经营才能收获长久的幸福。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朋友，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40岁，来自黑龙江，货车司机；张女士，39岁，来自黑龙江，专职宝妈。他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呢？2年前，他弟弟结婚，他自作主张把家里的20万积蓄全给他弟弟了，都没和我商量。我在外面那么辛苦赚钱，他一点也不心疼我。我感觉他就是因为我把他辛苦挣的20万块钱给我的弟弟做彩礼了，他就是总是躲着我，他就不愿跟我沟通，总是热脸贴冷屁股。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很难相信他了。我感觉我最信任的人背叛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为什么来啊？对于我婚姻，我现在我特别迷茫。我俩现在已经冷战2年了，我就感觉你说我俩现在岁数也不这么特大，你说一直要这么走下去，我就对于我的心理压力也不好，我就感觉对孩子对家庭的压力都不他妈太好。所以你们结婚几年？我俩结婚已经快20年了。结婚快20年了，冷战几年？将近2年了。将近2年。对。那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我就是把他辛辛苦苦17、18年的打拼的，就是所有的积蓄，就用在我娘家给我兄弟做彩礼了。多少钱啊？20万。那当时先生知道吗？不知道。你咋想的呀？我妈要我弟前，我弟吧比我小了9岁，现在他们年纪也大了，这个就是我家里一块心病。你说那么大了，我寻思要是能订婚，说媳妇儿，我和我的父母不也就是了一块心事了吗？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的，我就把这个钱就拿出去了。那您是怎么发现钱没了的呢？我给人家开车，我我自己买一台车，自己开啊，这拉货，完了跟我哥们儿去看车去了，看完车也相中了交款。完了，我往家打电话，因为我媳妇给我转，就说的那啥呀，不让我买，就因为这事儿吵架。后来我媳妇说了，说把这钱给我小舅结婚用了。我说的，那你就给他用了，再说你得给我共同啊。20来年就是攒的这些积蓄，在您的心目当中是未来20、30年的一个生活的保障，那个车是吧？对，等于未来的生活计划完全被打乱了。对，你没有愧疚吗？我没觉得我愧疚啊，我的兄弟不也是你的兄弟？当时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他说能帮一把呀。你说现在我把这钱拿着，你说他就跟我这么生气啊？关键是你不能把这个那啥呀，所有的积蓄全给你兄弟。那你还是没拿自己当亲兄弟？你要当亲兄弟，你能至于吗？咱们也有家，再说咱们还有那啥呀，孩子啥的呢。那发生了这件事之后，肯定夫妻感情就不好了呗。是。对于我就特别冷战，我现在就想跟他沟通，我都沟通不了，他就特别躲着我，你知道吗，老师？躲着您是指什么意思呢？是不回家呀，还是怎么了？他回家也没有原因情了，对我的态度也不好了，他也不像再早了，再早你说逢年过节啥，每次都给我惊喜啊，现在一点惊喜也没有了。那么先生现在就是您是开大车的小车的？开大车呀，开大车的。过去多久回一次家？过去也就是1个来月吧。这2年呢？这2年有时候我跟你说时间长点。您是不愿意回家还是怎么了？他就是各种借口，你知道吗？回家也是看看孩子。毕竟在外边咱为了挣钱嘛。你那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躲了我。给人家开车，咱必须得有时间的是。不是躲着您有什么不对的呢？你把我20多年我们共同的积蓄，在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下全部拿走了，那您给兄弟这个钱算是借呀，还是算是给呀？我当初也没说是借，也没说是给。那道理是什么呢？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什么呢？我应该就是你说我应该是给他，因为我兄弟媳妇那阵我答应人家了。你说我现在要往回要，
我的兄弟媳妇现在对我的啥想法？你说我俩现在已经这样，我再往回要的话，那我兄弟家我也害怕他们破裂呀。就是你宁可牺牲自己的家，也要成全兄弟的家，是这意思吗？我认为他应该体谅我一些呀。20万块钱，那人家不说吗？有句话不说了吗？家汉家汉，穿衣吃饭呢。那我都嫁给你了，你是不是应该什么都管着我呀？按你这个逻辑的话，他是管了你了呀，他没说管你兄弟啊。之前他跟我口头也承诺说帮一把呀。人家说帮一把不是付出所有、帮一把，我没说把这。那你说因为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寻思你说我替我父母分担，这不是理由啊！你刚才说你没有把他当亲兄弟，但你把他当亲老公了吗？如果当亲老公，你为什么不和他商量呢？其实我也想跟他商量，我不也是害怕他不同意吗？我兄弟哪天万一要翻身，他不能不管我呀。那我们现在明确几件事儿吧，你跟你兄弟说的到底是借还是给？当时我承诺是给。就是杨先生有没有跟你妻子提过说把这个钱给要回来？提过。他怎么说？他不同意。那你说我兄弟要再散了，你说我俩再不这么啥，我也为我考虑。你说我妈和我爸那么年纪都那么大了，他受不了这种打击呀。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买车，后儿都成一个笑话。人家说你没钱，你买什么车呀？那你买车之前，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直接你把钱拿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呢？那你之前不吵。问先生啊，就是按你妻子的描述，我们基本听到的是说，这个钱没发生之前，先生对妻子是特别关心的，是还是不是？那确实，我俩你也承认是吧？承认。那你老婆对你好吗？好，也知冷知热是吧？对啊，但是发生了这个事儿之后还那么好吗？他说我对他不知冷知热，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对待他了。就是他在外边开车，白天给他打电话吧，哎，他说他开车呢，那你一开车，我确实不敢给你打电话，那我就晚上给你打吧。半夜给他打电话，他又激愤了，他说他心跳，他说好不容易睡着的，你说他开车白天开一天车了，晚上必须得休息。那我休息好，我给人开唠啥的，那么好干的吗？那我应该怎么这钱那么好挣吗？不是，你们孩子多大啊？我家2个，大的已经18了，小的刚7岁。家里的孩子知道你们这点事儿吗？知道。现在孩子，我感觉孩子也挺压力，也有压力了。老大有压力，老二有压力。老大老小他不懂啥呢？老大有啥压力啊？家里条件现在不好了，补课也不补了。不赖我，那他现在学习忙，我就心想给他停一停嘛。那孩子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说过吗？孩子跟我唠过，他说他爸说压力大，说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人家都1个孩子，你说咱家是2个，我爸压力你帮体谅体谅，那我也想体谅，事情已经这样式的了。老大是儿子还是闺女？2个都是女孩。你们怎么想呢？我现在我是怎么想的？我寻思你要是能跟我过，你就好好过；不能过，直接你就给我扯证就完事了。就这么一天，那谁能受了啊？你这打电话也不是，不打电话不是。头一段时间他回来，你说我寻思我准备一桌好吃的吧，都是他爱吃的，是什么海鲜呢？他爱吃牛肉。我不跟你沟通是咋呀？你自己心里没数吗？那我有啥？那啥事还过不去了吗？那一过2年夫妻，人家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你20年的积蓄，你为啥现在孩子有压力呢？孩子不看别人，咱说的别人吃好的，那不还是你没能力挣钱吗？你要是多挣点，那何必用这20万块钱？谁家能用这20万块钱记个2年的？来，我再问一下，那个杨先生，你还想过这个日子吗？他老家伙都提出来，他老不干，说为孩子孩子现在还继续那啥呀？那你就这么的老家就这么冷冰冰，你说他那脸子，你说天天见孩子一个脸儿，见我又一个脸儿，你说。张女士，你觉得这件事儿你真的没错吗？因为这事儿吧，孩子我该有压力，我因为我没有太多错，我老弟也不可能不翻身，翻身的时候他不可能不管我吧？他现在不是说他刚结婚1年多，我这个兄弟媳妇现在还有身孕，你说我现在怎么能吱声说朝他要这些钱呢？你说。那你觉得到底这个媳妇儿是给谁娶的呀？当然是给我兄弟娶的了。拿谁的钱娶的呀？应该是我俩共同的呗，我不能说是他的，也不能说是我的。那你为啥不跟他商量？我之前我是想跟他商量了，这我兄弟那阵儿他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啥工作，现在找工作也挺难的。他给出的主意要买出租车的，那买出租车完后我手里的钱也不够，完了我就跟他商量拿3万块钱。他当时是答应，他脸子就是很不高兴。我婆婆和我公公给没给？在我答应给了没给？答应给你的脸子不也不高兴吗？那就相当于你老公给你弟找了个工作呗。也不全是他找的，一个出租车10多万块钱，他就拿3万块钱，完了他还跟我这样似的。所以女生的意思是，如果你先生还是对你这个态度，宁可不过了，是吧？我不是宁可不过，我就想让他跟我好好过，态度好一点。毕竟长好后路。凭什么要跟你好好过呀？你这欺负人都欺负的真都听不下去了。如果这20万
买了这个大货车，我不用给人交份子，不用开别人，我以后的收入会翻着番更多。我自己有车了，你同不同意他花这20万？那我是同意。所以啊，同意钱没了，钱没了你就记住那一样，你贷款买不行吗？你弟为啥不贷款娶媳妇儿啊？我妈年岁大了，贷款也费劲。跟爸妈年纪大没关系，那他也可以说，他贷款，他爸妈年纪大了。那何况你们还有孩子。我问个问题，家里头是只有一个人收入吗？是吧？你主要劳动力。咱举个例子啊，咱这说不好听，别不爱听。如果有一天他干不动了，突然出了意外，家里挣不了钱了，家里1分钱都没有了，你怎么办？我认为他体格还算行。不要认为，天灾人祸这个词不是白来的。咱就说，突然有个天灾，你怎么办？这家是不是就完了？那我多少我得指我弟弟点，我弟弟也不是不管我。你说他在外边一间跑车，家里大事小情还有毛病啥，都是我弟开车。你都说你买那3万块钱，是那年老太太你说心脏病发的不也是我弟弟送的吗？是这方面他帮忙了，我也挺感谢他。但是你再感谢我也不可能说咱说的我自己的那啥生活行，现在打乱了。事儿反正就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好不好？你别老是你那一套了。恕我直言，你们这段婚姻，即便不散伙，这个日子也很煎熬。20年婚姻，20万钱，2年冷战。关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道理可言。我就觉得我俩就缺少沟通，我就感觉我沟通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你根本不沟通啊！你拿20万的时候，你跟他沟通过没有？如果那时候沟通，那可能结局并不是今天这个状况啊。你到今天为止，你不认为自己错，认为你丈夫抠门，你不顾亲情，那是我亲弟弟，你有这样的一种认知，永远化解不了，你永远找不到说对不起的方式的。作为丈夫，你自己做选择，你认为你真的承受不了，忍受不了，可以离开这个家。当然另外，我还是认为冷战不是一个办法，至少它不是一个好办法。有问题有矛盾，我们要化解要解决，该离就离，不离该怎么过，当然态度就要看你的。那我对这家感觉我也没少付出。你说我家现在2个孩子，一个上高中马上考大学了，还有一个上1年级。吃亏的话太多。对，不离是咋回事？他惯着我这个脾气吗？不离吧，是因为孩子。那你要是靠这个，到的这孩子就是心理压力，他有个阴影。再一个，大的要考高中了，能理解。这学习他也那啥得下降。那你也得考虑我好处，我就抓这一件事就不放。那我对这家付出少吗？那之前我要是咱家老2家，我不也一起跟你奋斗了吗？这不因为你妈体格不好我才下来管孩子的吗？那我这一天我就感觉我也挺苦啊。咱这个事儿吧，这样说吧，20万里头夫妻共有财产，你自己想做个主送给你弟弟，可以，你10万送给你弟弟，另外的10万帮你老公要回来，这是你老公的钱，你没权利，就算是离婚你也得把这个10万还给他，因为你动用了夫妻共有财产，做不做得到？那我得试试。做不做得到？没有什么，2年了你都没有想过，2年你都没有意识到你侵犯了自己丈夫的权利。你拿自个儿的钱帮娘家，你丈夫如果拦你，我们说你丈夫不对，但你直接把丈夫的钱也给裹走了。他之前说过他的就是我的呀。法律不这么认为啊。我的是你的是不假，那是你的，是你的不代表是你弟的，是你弟的不代表是你弟媳的。那你说你那20万不是娶你弟媳用的吗？说不定那20万是当彩礼给了弟媳家的娘家去了。那他没有，应该管他是怎么样的，你的丈夫有没有权利至少主张回自己的10万？他主张过，我就先考虑。我就问你的叫做有权利没？应该有权利。你有帮着丈夫去主张过没？没有。为什么不？因为我就考虑我兄弟媳妇带孩子，现在不，因为你觉得你没面子。你那么爱你兄弟媳妇吗？一个素人跟你素不相识的人，就因为你弟要娶她，他成了你家人，你不就是充大拿吗？在弟弟面前，你看我能帮你安排人生，一会儿指挥你买个出租车喽，一会儿你娶媳妇没钱喽，有我呢。
不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头，因为弟弟是个男孩，自个儿是个女孩，不受待见，非得好给全家人看吗？我嫁了一个男人，可能你们觉得我男人不咋地，但我们可以，我们可厉害了，能在我弟娶媳妇儿的时候，你看我就拿20万，我不找你们还，这不就是自己想吹个牛，逞个大能耐，结果把老公坑了吗？坑了以后老老实实承认嘛，我只能做10万的主，那10万的主我做不了，别人也能理你10万的人情吧？你帮你丈夫讨回这10万有问题吗？连这点脸也不用撂下吗？口口声声说自己没错没错没错，有什么没错的？你耽误了丈夫的工作吧，你耽误了丈夫的梦想吧，你让孩子也连累着你们的人生里吧，就因为你弟要娶媳妇儿，所以你们家要离婚，对吗？我没想跟他离，我就寻思你没想要离婚，但是你却要伤人家，对吗？我伤是伤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要是跟他道歉，我还不如就是那啥了。我现在我就你刚刚嘟囔的什么？如果让我跟他道歉，我还不如跟他离婚呢，是吗？我就感觉是这样式。当时我这脾气不也都是你惯的吗？当初你说我就惯我小性子吗？这样的老婆离了是可以的，好吧？这样的老婆离了可以，不劝了，离了吧。我这脾气是你惯的。对呀，你这是已经蛮不讲理了。我就是差孩子，我实话说啊，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评价这事儿了。我不动气啊，我理智的说一下啊，我觉得这3个字不要再说了。你一直强调我觉得，你就没对过。你没发现老师们都不让你说话了吗？就是你觉得如果对的话，你俩就不至于这样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他惯你这脾气，咱再往前倒你们俩的对话，你是说这1年多将近2年，他才开始跟你冷战的？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钱的事儿。但是你凭良心说，在这2年以前，他对你是这样吗？不对呀，我说啥他是啥呀。那你还会跟他说啊？我这脾气也是你惯的。你那会儿应该是很开心的。那我俩日子多好，我老公就是宠着我就惯。你是不是这种想法？是。那你这会儿因为这2年的愤怒，把之前的18年的东西全抹杀了吗？我也没抹杀，我也想对他好，他不给我机会。但是你刚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脾气你惯就已经不理智了啊！咱先冷静一点。我能理解，作为一个姐姐照顾一个弟弟，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是你凭良心说，你爷们儿开大车挣钱辛苦不辛苦？辛苦，辛苦。好，你们结婚了20年对吗？20年存了20万，把家里的吃穿用度，包括养孩子所有的开销刨除。20年存了20万，我可以理解成1年累死累活1整年，我们才存了1万块钱。你老公拿出3年的积蓄给你弟弟用到出租车里边了，你的回答是啊，你不才掏3万，才掏3万，那3万是用3年存出来的。好，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们家老大是不是要考大学了？马上考大学。大学交学费钱从哪儿出？老公现在哭重新挣。对吧？不否认吧？本来家里有底子，可以掏钱，孩子补习考一好大学，1万块钱补习班，家里有20万呢，我掏1万就供你最后冲刺，有没有底气？你等于帮你弟弟的同时，你把你们家拆散了。这么分析下来，你能听懂大家在说什么了吗？你知道你老公的愤怒在哪儿了吗？你连底儿都没留，20万留10万，帮你10万，怎么了？你说我弟弟早晚得翻身，我得指着我弟弟。你前20年指你弟弟了吗？你不指着老公辛勤恳恳挣钱给你们供成这样的吗？他不宠了你18年吗？其实他当时他也惯着我弟弟，我一寻他惯着你弟弟不是冲着你吗？你得说我老公又宠着我弟弟，我更应该疼和我老公，有事儿我得商量。你为什么瞒着他动这20万呀？就证明你心里已经知道他再宠你弟弟，他都不会让你把所有的家当拿出来。关键是你们俩还有俩孩子，正是用钱的时候，你心里全明白。你这会儿在这就是耍混，我这句话很难听，你现在等于是在耍混啊，能咋的？你能把我咋的？我动就动了，咋的？我帮我弟弟，我有错吗？我帮我妈身体不好有错？不是，道理不是从这边讲的。你老强调你的这个委屈跟你的想法，你觉得你俩好得了吗？我费了半天口舌，其实在给你解释这个，你不要老顶撞别人，就是因为你顶撞，你们俩才沟通不了。你们俩才闹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说教，我只是帮你从我的视角把你们俩现在这现状分析完，听听其他老师，我就说到这儿。首先，我认为啊，妻子，你真的是欺负老实人。过去没发生这件事，10几年前你就一直欺负他，
只是他老实，他不计较，大事小情全听你的。我估计跟公公婆婆也没有那么和睦。但是他前边认为我媳妇儿给我生了2个孩子，我出车回来给我做口热乎饭，我有一个家，这是一个好男人。我让着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把钱全给他，是不是？确实。你欺负他欺负惯了，但是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好人的底线被践踏了，他也急眼。你欺负他欺负到把钱都能全部背着他给了你弟弟，他还在忍着，他还在出车赚钱养2个孩子，他还说我不能离婚，我为了这个家，你还要欺负他，说你再给我冷脸我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老实人人家是踏踏实实在干，你还真离不开他，他离开你没毛病。40岁肯干，有技术，人踏实靠谱，真不跟你过了，你找谁去？就你这10多年没上班，自己一点不知道社会上有多么的艰难。我跟你讲，你出去没2天就被人骂得天天哭着回来，你就知道你家老公有多好，你怎么欺负了他。第二，愚昧无知。什么说我把钱给了我弟弟，怎么着我弟弟将来要翻身肯定会养我的管我的，你快拉倒吧。一个快30岁的年轻男人结婚，掏空姐姐家的家底儿，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吗？知道姐姐今天因为这20万家里过得支离破碎，本来那么宠爱姐姐宠爱弟弟的这么一个姐夫冷言冷语不回家，他要但凡有点感恩之心，有点作为男儿的能力，他每个月给你5000几，我慢慢还你，你跟姐夫说一声，这叫一个将来有出息的弟弟。咱哪怕这10万赞助了弟弟，让弟弟有幸福的人生，你都值得。你这伏地魔伏的只能培养出来一个根本不劳而获不求上进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弟弟。你就算为了你弟好，这个钱你都应该要。你把态度都拿出来，你老公这么老实，一定会原谅你。你现在还在那儿颐指气使，还说什么我就这样了，你爱过不过离呗，以后有你苦的日子。所以20万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但是20万可以考验我们夫妻之间相处之道，彼此那颗心。希望你把你的心变成一个宠爱老实人，而不是欺负老实人的柔软的心啊！赶紧去办吧。我回去我跟我兄弟商量商量，1个月那多少还点，我也不想让自己家散。我这样，我再插一句啊，刚才我们没说，但是我觉得还是补充一下啊，就是你弟弟很快就会跟你要钱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对，马上就会开始跟你要钱了。我觉得几率很高，完全可能，对，几率很高。你想2年来你们冷战，你弟弟能不知道吗？你的2个孩子都知道你们是为什么吵，你娘家不知道吗？他们自己都没有一点觉悟，叫做主动给来哄好姐夫吗？刚刚你有一句话把我听得很寒心，就是我让你好好跟你丈夫道歉，好好说，你说让我去跟他这样说，那还不如离了个婚。其实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来了该咋是咋的。所以欺负老实人吗？到这儿还欺负呢？为啥不能服个软呢？咱那俗话怎么说的呀？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那我是给你服软，不是没给你服软。他老家他就是这么冷。第一个态度不真诚，第二个你没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你就是嘴上说了一下，那叫服软啊！我就因为他应该宠着我，该咋是咋的。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讲道理？我不是特别喜欢讲道理，我那阵儿就是你到底是个讲理的人还是不讲理的人？你要是讲理的人，咱讲理的聊会儿天儿；你要是不讲理，咱不讲理的聊会儿天儿。您说吧。那谁不想讲理的聊？你说你是讲理的对吧？好，接下来我跟你说，在你谈话里面有几句话，每一句话，如果我是你先生，我能跟你离100次，我都愿意跟你离1000次婚。我20年什么都不干了，我这20年就为了把这个婚离掉，我就为这一件事奔走，我都得离了。第一句话是这样的。闺女上不了补习班了，家底子遮没了。你的原话是，因为她现在学业很忙，不需要补习了。第二句话，如果你有本事的话，我这20万就闹得家散了吗？说明你是个没本事的男人，是你说的吗？任何一个妻子只要这样跟男人说话，这个老公就应该马上摔门就走。对，尊重过我吗？体谅过我吗？这叫讲理的人吗？这话听着不寒心吗？我们再说第3句话，老娘脾气不好是因为你惯的。咱都不说这人感不感恩，咱就把这3句话摆在桌面上，往这儿一听，您是个讲理的人，您觉得说出这3句话的一个女人，她讲理吗？我就因为他应该宠着我嘛，谁知道他凭啥？不是，因为我是他可以宠你，
但是你这3句话我们摆在桌面上，把这个事儿一说，把这个事儿的性质说完之后，你还觉得你没错吗？不考虑家庭成员的感受，只考虑自己的一意孤行，什么性质？这婚你还不离，你干什么？为了孩子，为了什么孩子啊？因为他是拿我当对免费的保姆。所以这就是你认知里面的最大一个误区。那我已经在尽力在改了。为了孩子，这种母亲就不能要。因为我跟那孩子感情还算可以啊。只是还算啊，跟你弟才叫真感情。你如果说真爱的话，就是你弟。我不说了，如果你讲理的话，我要是你，我该怎么给他弄钱，给他怎么弄钱去。按米娜老师说的，就整10万就行，10万都不要多，因为那10万是您的。还有这10万是先生的，咱是讲理的人。那今天我就要您一句话：什么时候把这10万块钱还给你的家庭？我没说还给你老公啊，还给你2个女儿，还给你老公，还有还给你自己。这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对吧？你借出去的时候，拿出去的时候是一瞬间，现在您把这要回来。来，编导拿张纸来，您给打一借条给老公。用夫妻对呀，不是打借条，打借条。因为在婚内，你偷了他10万拿出去了，所以你现在欠他10万块钱，您把这借条打上，还款日期写在这上面，这事儿我觉得可以过嘛。就我打这10万块钱借条给他，给不给有啥用啊？我感觉啊，有用啊，有用啊，怎么没用呢？你得写日期啊。这个负法律责任呢？这样，你就非得让我还吗？大姐，我说一下啊，你换位思考一下，现在姐姐遇到难处了，弟弟哪怕出去借去或者找朋友想，我先替姐姐拿10万块钱把这个矛盾先解决了，行不行？该咋是咋的，我要是抄要他，应该他能给我。我现在不要说应该，就是说这样是不是对等的？在你的认知当中，不用说应该的，我这么帮我弟弟，我弟弟肯定得这么帮我。你这么想，你掏这20万背2年的骂名，我觉得在你心目当中才是对的。另外，他刚才这句话也证明他弟弟拿得出这10万。你哪怕回明说你姐夫闹都不行了，先给我拿10万，我把这平了，回头想着我再给你，你弟弟会掏这10万吗？会掏不？那要去啊，就要去。先把你老公抹死平了再说别的，好不好？你怕人夫妻日子过不下去，其实他对散伙了。我好几次想张嘴了，我就是没好意思。你说我也想跟他缓和，不想缓和。所以把借条打上，不就好张嘴了吗？对，对不对？感觉你要是让我打借条，咱俩太伤感情了。不，伤啥？你不伤感情。您都没通知，把钱都偷走了，人家都没伤感情。我感觉他还是对我有感情，没有感情他能。他对你可真没感情，你都没听人原话，是因为我考虑到2个闺女的面子。他是不理性，他要理性的话，他就知道不能再跟这样的妈混下去了。孩子是越混越差，不懂感恩，不知好歹，分不清内外。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哈，你跟丈夫冷战2年，还在做全职宝妈，大女儿其实都要读大学了，小女儿在2年前也是小学2年级的学生了，为什么不想着我做份兼职，每个月我自己把薪水交给我老公？我说你看，这是我的态度，弟弟啥时候还我也给你，弟弟还之前我自己现在出去打工把这个窟窿填上。我考虑过找工作，他不让啊，我家大的也得我接送。你啥都没做嘛，所以这就是让你不要再犟嘴，不要再嘴硬了。你老说我想过打工这事儿，我想过，我跟我弟弟张嘴要钱，我想过，就等于你什么都想过，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不做。谁说的？而且、做什么了？人家把20万拿走了呀！是，这怎么对？你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你反过来要求你老公，我态度都这么诚恳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对，等于你什么也没干啊！最有意思的是，你要是听你老公话的人，你就不会把20万给你弟，可是你却说我之所以不工作，是因为我老公不让。你怎么又这么听话了呢？你老公是2年以前不让，那10多年不让，他现在等于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什么，我就闷头挣钱，为了孩子我得挣钱，家里要用钱是我老爷们儿，我得掏得出钱来。是这2年人家不言语了。我夫妻之间，我寻思我好好那啥玩意儿，咱俩好好沟通沟通。这不是挺好的沟通吗？是，沟通的前提是讲理，而不是一方说的决定就是决定了。我们现在都讲理嘛。那我就想问他，用写欠条吗？我用给你写保证书吗？用。好，漂亮。你现在就来，请回。来，2位你们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8岁，来自河南，家电清洗；陈女士33岁，来自河南，主播。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呢？
我们结婚11年，他老是怀疑我外面有人。我出去聚餐，他还要查岗，他挣钱还不积极，我感觉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来气。我是对他一见钟情，十分喜欢，但是他的工作让我十分不放心，所以我想让他帮我生个儿子，他不同意。我的工作比较特殊，他比较敏感，但是他的做法让我很窒息，我当时就不应该同意结婚。他想我不努力挣钱，只要他给我生个儿子，我就会加倍努力挣钱。为什么来？你看嘛，我们就是当时就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嘛，然后当时的话我是不同意的，然后因为家庭的压力，然后我们家的话是3个女孩子嘛，我爸意思就是说招一个嘛，然后就是没办法，就是也防止就是说再介绍人给我认识，让我去相亲嘛，然后我就当时的话就同意了，同意之后，然后我就去南方打工，然后就是3年之间没有回来嘛，后面就是他在我们家就是一直去帮忙，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子嘛，然后家里的农活什么，然后都是他过去帮忙干的，然后不管是有什么活他都去干，然后我爸就说你回来结婚吧，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回来之后结婚嘛，结婚之后他就对我一直不信任，他就说我外面有人什么的。你这个哭是因为嫁给他哭，还是因为他不信任你，你哭，到底是为什么？我就感觉就是他对我不信任，就是你出去吃个饭，他都给你打电话说你又出去吃饭，又出去跟谁鬼混去了什么什么的。你想上一天班了，不可能说不吃饭就直接回宿舍睡觉吧，对不对？出去聚个餐，他就让我拿手机照一圈，看都谁在那儿坐。每次都需要这样吗？对，每次都是这样的。如果不这样呢？不这样，他就说我出去跟人怎么样了，导致我现在我大女儿不是11岁了嘛，然后现在就没有安全感。他一直就说你妈又跟别人怎么样了。真是过了。为啥呀，张先生？可能因为我的经历吧，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嫁了，跟他认识了之后，他去了南方嘛，去了南方就把我拉黑了。最后我又想办法知道他的另一个电话号码，打了几次，他又把我拉黑了，一直在那3年多吧，就不怎么联系。他回来，在我的努力下，同意结婚了。我就问他，你在外面这3年多对我一直不怎么理，是不是谈过男朋友？他说没有。那最后结完婚了，他才说在外面有个网恋。从那个时间对他一直就不放心了。那您这算是入赘吗？算是。所以女生，你那3年拉黑他或者不见他，什么是不想嫁他还是想？不想嫁他，心理上有抵抗嘛。毕竟是相亲，你在外面上班的话，就是感觉不想经过相亲嘛，就想自由恋爱的那种。然后当时的话，确实有那个网恋，因为当时 QQ 的话比较发达嘛，但是一直就是没有奔现。那我接着问啊，实际上面按您这个说法是不太愿意嫁他的，是吧？对，被迫的。对，因为我爸嘛，他就是以死相逼的那种，就是农村嘛，就是没有男孩子。懂了。所以这个算是入赘的女婿。那你们孩子跟谁姓啊？跟他姓。入赘的话应该跟您姓啊。因为是我爸让我就是结的婚嘛，然后我就比较抵抗我爸，然后不管就是我老公做什么，然后我都不参与意见。生完孩子姓什么我都不管。这个不算入赘，入赘的标志就是跟着女方姓啊。等于这个婚姻从开始的时候就埋下了不幸福的一个影子嘛，是这样吧？是。其实你挺介意他那3年有个网恋的是吧？对。你在乎这个？在乎。因此现在也不相信他是吗？对，他一直就不相信我。然后上班，你看早上起来，女生嘛一般都是需要化妆，需要时间嘛。他打电话，他就在那儿给你说，就让你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下班了，大比方就是说8点钟下班，然后8点01他就要给你打电话，就是确认你在哪里。就感觉他整天就感觉掌控欲特别强，感觉就像那孙悟空一样压在那五指山下一直出不来的感觉。除了这个他不信任你，还有别的吗？有。他现在就是有1年多嘛，然后他就在家里就不出去，他不是干那个家电清洗嘛，然后1个月的话也就2、3千，
有活就干，没活就歇。你看现在的社会多卷呀！你看有2个姑娘需要养，家里面也需要开支嘛。怎么说就不干？就是说我就这样，你怎么样吧？那我不干的原因，我给你怎么不说？你没有经济条件，你有什么需要去我去你不干的生？原因是什么呀？我想让他给我生个儿子，他不同意。不是，又不是他生的问题，生男生女不是，我要生3胎，就是想要个3胎。那和你不上班有啥关系？你想要3胎，不更得上班赚钱吗？就是我朋友吧，我们一起有时间吃饭的时间，朋友了，或者我们那边的家人说，有2个女儿了，要个儿子，然后我就跟他商量，要个3胎。好好挣钱啊，好好工作呀。我想让他同意的话，我就不是，那你努力工作就好了嘛。你先把钱挣来呀！你没有钱，你用什么去生？用什么去养？那以前我挣钱的时间跟你商量，你也不是也没同意吗？那个时候那个还小呀，你妈带吗？你妈又不带。不是，那第2个问题又出现了嘛？就是他同意生3胎，如果再是个闺女呢？你怎么保证这一胎一定是儿子呢？生什么又不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哎呀，还有啥让你不满意的？今天都把它说出来。我们在我妈那边嘛，然后我婆婆也不用管，然后我2个女儿都是我妈带大的，然后她就说我爸老是给她丢脸色，怎么样？你想她不上班，然后她在家歇着，老年人就想着现在生活这么卷，到处都需要用钱啊。我爸妈年龄也大了，他妈妈年龄也大了，然后我爸就意思就是说让她出去找工作干活嘛，他就想我爸给他丢脸色了，什么样的。以前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他个3000、2000吗？就现在的1年多没给他。以前我说过吗？哎，这1年多为啥不给了？是挣不到钱了，还是说以前不是那个做生意赔了，还欠了几十万，把账还完了之后，感觉到没什么压力了，就2个女儿嘛。我想让他再给我生一个，他不同意。不是，你就抓紧挣钱，再讨论生孩子的事儿呗。他是光想让我给他生完之后他再去挣钱，那可能不可能啊？你都没钱养。还有就是他说话老是说大话，就是说一说就是等我有钱了，然后你过生日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然后买金镯子啊，买项链呀，他都没有兑现。你说让我怎么去给他生，对不对？我倒是想给他生呀，他给我机会吗？那刚开始呢7、8年我对你不好吗？你对我哪里好了？你的化妆品，从结婚到前7、8年，你这套没用完，我那套就给你拿回来了，你超过这些吗？那都是过去式，我要的是现在。我没结婚之前我还说我挣钱我想怎么花怎么花，得跟你结婚之后呢，1块钱需要掰成3半。那就这1年多，这是。1年多，你还想让我忍你多久？你掌控欲这么强，你掌控了我11年。来，我问一句啊，女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掌控了我11年，为什么前10年没有这么大的反弹，在第11年上你有这么大的反弹？因为他非让我给他生儿子呀。就是因为生儿子这个问题，他们家嘛就他一个，没有父亲了嘛，然后就剩一个妈妈，然后我婆婆自己一个人在家，他就说人家就是同学什么的就嘲笑他，就是2个女儿嘛，毕竟是农村嘛，然后就说怎么样，然后有的还说的更难听，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就是说是我的问题，说我不能生什么样的，但是我说我不在乎。张先生为什么一定还要拼个3胎啊？你到底是为了要儿子，还有其他的考虑啊？想要个儿子吧，就想要个儿子。对，你怕你媳妇儿跑吗？怕。为什么怕她跑呢？因为我比她大几岁啊？6岁。就因为这个她就跑啊？对。刚才你媳妇儿说了一句话，说我倒是想生呢，你得给我机会。这话我们怎么理解？你指的机会是说她对你好坏，还是别的什么？就是他首先要挣钱嘛，你没有钱你怎么养活一大家子，对不对？改变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对，是这意思吧？对。现在你在做主播是吗？对。挣钱多吗？多，比他要多。现在家里的话就1年多都是靠我在养。这1年多他没工作了？对，他就是靠家电清洗，就是有人打电话他就出去干，没人打电话就在家刷手机，躺平。一个男人嘛，你首先要有责任感，对不对？他现在就躺平的那种。也许他就是这一段时期想休息一下呢，做个调整呢。他调整时间也太长了吧？人家调整1、2个月能接受，你这都1年多了还调整到什么时候？可能每个人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呀，考虑过吗？没有。好，
张先生一定要生3胎是吗？对。为什么？你老婆可都快跑了，你还在想着3胎的事儿呢。我换个角度问你吧，你老婆可能这辈子就跟你就生不出儿子，你怎么办？那也要个3胎吧。3胎之后人家更说你了，那就不管。你要那么想要3胎，按照你媳妇儿的要求，不就是你要振作起来吗？为什么不振作呢？那他不同意。他同不同意现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得先振作呀。以前说的那个承诺我的东西需要给我兑现了吧？他不兑现是不是？他还想让我。所以你现在是玩着命的逼他，对吧？对，怎么逼他就是躺平。一说就是说我在外面怎么样，打比方说一般的话，同事之间出去吃个饭什么的，你没必要说打电话报备吧。所以我特别想问您啊，陈女士，他现在跟你离婚，你接受吗？他给我离婚，我接受，我就不想过了，因为他没有责任感，我为什么要跟他过下去？哦，这个日子一眼到头了。行，张先生，我觉得按照你们俩现在这个表述的话，离婚对你们俩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呀。我不想离婚啊！我不想离婚。你要就想要个儿子的话，离婚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对，我就一直想离，他就不想离。你找一个愿意帮你生儿子的女人嘛，对啊，同时且相爱嘛，这不是最好吗？然后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个解脱嘛，我也不爱你嘛，我也不跟你过了嘛，这不是挺好的选择吗？那你现在养2个孩子费劲吗？费劲呀，肯定费劲呀。女孩子嘛，有舞蹈班、钢琴班什么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是吧？对，我是站在你们俩幸福的角度去想的嘛，为了各自好，对吧？特别是对张先生来说嘛，现在你也不出去挣钱了嘛，你把婚离了，给人家自由嘛，你找人给你生儿子去呗。他不想挣钱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想花钱的事儿。你是用躺平不赚钱来威胁他生3胎，还是没这3胎的事儿，你现在也就想躺平不赚钱了？这个没想。他就感觉是2个闺女，他就没有动力了。所以就是有没有这个3胎，他其实现在都是一个颓废的、不上进、不想负家庭责任、不想赚钱的男人，对吗？对。那你还跟他干啥？所以我就想离嘛。跟你干啥？这个3胎有关系吗，先生？你自己精神颓废、萎靡，对家庭不负责任，不爱老婆，成天游手好闲，人家跟你看得到希望吗？这和3胎有关系吗？且别说你还想要3胎，谁跟你生3胎呀？这个他就是现在拿那个威胁我说，你不生3胎，我就不出去挣钱什么什么的。所以你看啊，你们2家那个循环模式是一样的，就俩不讲理的人嘛，这家男人不讲理，这家女人不讲理嘛，你以为性质不一样吗？对。这不是一样的性质吗？都不为自己的家庭负责吗？真的是这个先生不对劲，对吧？对，你的媳妇儿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为什么现在拒绝你的原因是你不挣钱，咱们现在养孩子很费劲，很困难。潜台词就是当你努力了，你挣钱了，家里条件开始变好了，我可以跟你生3胎。但是你现在居然是坚决的不生3胎，我就不挣钱，我就不干活，你不对劲。他是借口，对吧？对，你不对劲，你不是非得要儿子，你不对劲。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波红兄？你们这一对是在爱宝这个场合，我最想劝离婚的，因为你们2个人真的没有爱，是这个丈夫眼里儿子比天大，所以他可以不顾你的感受，大言不惭地说生3胎就要生一个儿子。他现在的摆烂摆给谁看啊？他就是威胁我吗？即便你生了儿子以后，生活婚姻过得好吗？他对你的不信任早就在骨子里了。如果真心的爱一个女人，会如此的去践踏她、糟蹋她吗？你应该清醒了。这样的丈夫靠不住，这样的婚姻不可靠。我是没搞明白，儿子有啥用？儿子能干啥？为啥儿子就可以让你振作，就可以让你老婆不离开？传宗接代嘛。不是传啥呀？你看哈，你妈生了你，你生了2女儿，就算你拼命生出一儿子来，你儿子万一又生出2女儿，这不代不也没传完吗？然后你妈生了你，你不是入赘到人家吗？你传宗接代，结果跑到人家家传宗去了。然后再问你了，你妈生了你，你妈改嫁了，儿子有能拴住母亲吗？所以儿子有啥用？儿子能帮你拴住老婆吗？以前我也没这么想过要儿子，就是朋友在一起喝酒了，还是坐一起喝茶了，
老是就提这个事儿，然后就有这个想法。哎，人家老提说你没儿子的事儿是吧？那人家要老提你入赘，你不就离个婚呗？所以你究竟为什么要儿子？心里真没有想明白吗？是知道这个妻子已经拴不住了吧？本来女儿就没有能留住妻子的心，你想用怀孕这件事儿拖她2年吧？其实男孩女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老婆得大肚子。为什么得大肚子？这样她就不用出去了，这样她就不用做主播了，这样她就不会招蜂引蝶了，这样我就安全了，我可以躺平的安全了，对吧？这个占30%吧，朋友说我占70%。所以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决定要给自己的脖子上拉了一条绳索，你说我要勒，我要励志，然后把自己给勒死。你的生活好好的，你把绳索解开扔掉吗？眼下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叫内讧，这个内讧是你老婆从头到尾没爱过你，你都没看出人家不爱你吗？一个不爱你的女人是靠孩子能够留得住的吗？是靠你查岗能够征服她的心的吗？你老婆迟早会跟你离婚的，这一点请您认清事实。而你躺平的时间越久，你老婆走的速度就会越快。你说我怎样才可以让我老婆爱我更多一点？很简单啊，兑现你给她的承诺啊。你不就只兑现了一点大金链子、小手表吗？这玩意儿买呀！你努力出去洗几台空调啊，你好好出去干点活啊。不就是几千块钱、1万块钱能解决的问题吗，兄弟？我还是那个评价，不对劲，你不对劲。一个能把好几10万债务都能踏踏实实还完的人，而且还能盯着媳妇儿，每次我要检查手机摄像头，我看看他在哪儿呢，或者怎么样。一个这么严谨的人，他会听不出来媳妇儿只是说的努力挣钱就行。你只要不要让我活得这么累，让2个孩子都养得起、负担得起，咱们日子过得稳定，还能有点积蓄，我马上跟你要3胎。不明着说，你先兑现这些年对我说的这些愿望。你说给我买项链不是我要的，你说买的，那你就给我买呀，好几10万都还了，你干了吗？你没有。然后这会儿你用一个特别无理的要求，就是你不跟我生孩子，我就不干活，我就不挣钱。这个我真的很费解。这个干了，但是没以前挣得多。不，人家叙述的是你现在就是不下心思挣钱了。对，他就是不下心思。你不下心思挣，你好几10万都还完了，我就不信你没有挣钱的能力。他有，他不挣。你不得让人家看见哦，你确实能挣钱，让咱们的生活开始变好了。我陪你冒个险，咱们生个3胎，要个儿子。他就是光说不行动。对，人家凭什么给你生孩子？你还想拴住人家？拉倒吧！人家自己现在虽然养俩孩子，人自己说养俩孩子是费劲，但是人家好歹在努力的挣钱，让你的2个女儿日子保持一定的水准。你说我挣过多少钱？你说我之前怎么样？你一年挣个10万20万的，你不都拿去还债去了吗？那有什么可骄傲的？那你欠的钱，你应当还的钱，你对这个家贡献有他那么大吗？人家有的看孩子，人又挣钱又养，我不说了，到这儿了。好，可以了。哎，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就夫妻俩过日子，就是要这样过的吗？我现在不挣钱了，就啥都不是了吗？他这个在过去几年赔了好多钱啊。对，他努力的，他咬紧牙根，他把自个儿榨干了，他还上了吧？嗯，我们2个一起还的。对，你也辛苦，你们还上了是吧？对。那你说说他有没有一种原来是个大男儿，我敢入赘到我爱的女人家，为了娶她，我拼尽全力赚钱，我给她好的生活。他以前从来不担心你会跑，怎么这1年多这把年纪了，这经济条件也不好，疯了一样非要让你生3胎啊？他就感觉我他知道你心里看不上他了呀。对，原来你看上他是因为他的钱，今天你看不上因为他没钱。夫妻俩要这样过日子的吗？他以前不觉得没儿子丢人，他现在他觉得丢人呀。老婆看不住，钱赚不上，啥没有，连个儿子也没有，丢人。当然你丈夫现在状态非常不对，非常不好，不能是这个状态，不负责任。但是我们作为妻子，在丈夫很软弱的时候，很差劲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给点鼓励啊？鼓励他从来没有鼓励我，我知道啊，老师都是说我。不，你确实现在有问题啊。但我说这妻子呢，你不能给他一点吗？我有说，但是他不动，他就没鼓励过。从这个白手起家到有了2个女儿，有了不错的生活，到突然经历这种事业的失败，
欠款对你们来说几十万也是大额欠款。现在其实生活刚刚恢复了一定的平静，我是不希望因为这些风波，10几年的夫妻曾经付出投入那么多的婚姻就这么解体了。我还是希望你们彼此给自己给对方一些时间。先生，你也不要这么颓废下去了，你不要拿生儿子当借口，该你老爷们干的事儿，生不生儿子咱都得干，咱努力接单啊，一个月挣个1万啊，慢慢从头东山再起，让老婆重新看得上你啊。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那妻子不应该做的是给他一些安慰，夫妻把这个难关过去，培养一点你们之间的情谊。咱都不说爱情，不说爱，情谊，同床共枕10几年，咱们之间的情谊好不好？我不希望就这么散了，有一点坎坷咱就大难来了，这夫妻就各自飞。听过那句话吗？人穷志短，真是马瘦毛长。唉，年轻的时候叫人穷志短，也没爱上，入了赘也无所谓，因为得有个女人呐。对，匆匆一面只是在那个环境和条件下你能找到的一个女人，仅此而已嘛。如果那3年你见到了钱，做得还不错，怎么可能还会心心念念的等一个3年间反复拉黑你的女人呢？还是人穷嘛，但是又想要媳妇儿嘛，所以我可以忍嘛。女方这件事儿，其实你非常不厚道。对，为什么你不厚道？或者说你对你自己不厚道？我爸让我说这个事儿，我就答应了，然后我去打工嘛。你那会儿可以不答应去打工吗？还可以再回来吗？或者不回来了吗？我再自由恋爱一个嘛？你没有啊。所以回来了，两个人发现就非常有意思，其实彼此都不相爱。对，对那个穷小子来说，那时的穷小子来说，就是有一个女人热炕头。对于女性来说是同样的，没有了嘛，有这么一个嘛，叫什么有了胜于无。这种婚姻其实挺可怕的，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是没有光泽的。而在这段感情当中，有人在极力的维护。对，我跟你说，谁在维护？恰恰是你老公在维护。对，而一直不给这个婚姻添柴火的，恰恰是你。是你总觉得我嫁亏了。你大概都没有很认真、很好的试着去了解你先生，你可能都没做这件事儿。但是他在做。一个细节就是，我条件好的时候，我给你的化妆品买的，什么时候是空了你开口要的？这可不容易。对，这个为什么不容易？就是你老婆现在用什么化妆品，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吗？不知道啊。就是男人当他这样的时候，其实是上了心了。对，你看不到。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你现在见过钱了。即使是还债，还个几十万也算见过钱了。对，为什么还这样？你是爱上这个女人了？他爱的，还是什么？他爱。那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是有爱的。对对，他爱，所以他才守她。对，痛苦的是这个女人从来没有爱上过。对，像我和我朋友开店，头几个月挣了几十万吧，我就抽包烟，其他的钱全部都给他了。是啊，所以他没有爱上你嘛。这是我们要核心表述的嘛。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你的妻子不爱你，这个是特别可悲的。你不像他们啊，彼此是爱的，有责任的。他再难，他靠着这个爱去补，可以补很多的短板，补很多的东西。所以你们的婚姻那是靠什么支撑啊？对你来说是爱，对这个女生来说就是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才是这个婚姻最可悲的。人家说患难见真情啊，人生低潮，男人碰到事儿的时候是最见人的。你把这个事儿想清楚，然后你想我还值不值？哎呦，就是你丈夫对你的爱哈，能强烈到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开始哭了，你的丈夫第一反应是走到你身边，用他的袖子想帮你擦眼泪，你把他推开，他把你捧在心尖尖上，可是你不领这个情。你对他拒绝的越狠，这个男人就越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想我用最老土的方法吧，让这个女人再怀上我的孩子，他就不会抛弃我了。你们要好好考虑考虑，反正你们的命题特简单，同意打借条，咱就出来；不同意打借条或者不给人打借条，咱就别出来。你们俩之间特别简单，你愿意陪在他身边，
鼓励她站起来，你们就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丈夫肯定是无条件的，不愿意分开的嘛。对他不愿意。你都这样了，我就不跟你过了，对吧？你们就别出来。谢谢你们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老师的点评。请回。哎呀，特别感慨啊，就特别感慨。表面上听的全是关于钱的事儿，对。但是你把钱扔掉之后，你发现全谈的是情。哎，来吧，预测一下吧。欠条会打吗？人会出来吗？会打，会打。对他的这一种触动还是很大的，肯定。10万值。来，请开门。肯定在门口了。啊，没了。啪啪啪打脸，哎呀，真没了。到现在为止没想明白，说这借条我还是不打。不是，你看他没来，咱就说实话，真让你打欠条吗？你这个话只要你说我能打这欠条，你老公也肯定态度和台阶态度啊。他刚才能瞬间就问出那个话，你用我打欠条吗？他是有恃无恐，对，有恃无恐。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你们觉得这一对河南夫妻的走向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这个妻子还是接受不了，不出。你准备作弊打小抄，只往那儿看是吧？不是，我本来想着的是不出，但是他们俩走向那个门的时候呢，她搀住了自己丈夫的胳膊，所以也许有一线转机能出。哎呦，这有点场外了，这就是玩游戏来说，这就场外了，还有别的提示？不是，走的时候这个我也看见，我也觉得我的不太好猜，但是没事儿。跟票房没关系，不是，我这两天我发现了，我预测什么不中，我这两天不出。来，请开门。你看，哎呦，好，这一对出来了。哎，我这两天都是反着的。对，出来。哎呀，我这心里舒服点，要不然太凉薄了。其实我真觉得他们出来比那对出来好。对，还是有情谊。你怎么出来了呢？我就感觉他对我付出挺多的，忽然想明白了是吧？对，真真诚诚的抱一次吧。对，抱抱吧，我们一起见证，拥抱您的妻子，好好抱，好好抱，哎，真是，哎呦，这叫真拿下，哎呦，抱得真紧，哎呦，挺好，挺好啊。哎，这回行了，让他了，来，那手拉着就怕跑了，是吧？好啊，其实我。刚才都想在这上面说了，生不生儿子都无所谓，只要有安全感就行。懂你。刚才就说你不对劲。其实他只要爱你了，他不会跑的。我刚才说，这是一对我最想劝离婚的夫妻。此刻我把这个话收回，但是希望你们清洗一下自己的婚姻，或许真能清洗出爱情。祝你们幸福啊！谢谢来，请回，请回。谢谢老师，谢谢。哎呀，挺好。好，舒坦是吧？要分开了，感觉太凉薄了。对，好。哎，你那句话特别好，哪句？什么情感生活有烦恼啊？对呀，打开电视看爱宝。好，感谢大家收看了又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好。